如果我告诉你，每个健身房里最受欢迎的5种锻炼方式正在系统地破坏你的关节，引发会困扰你数十年的慢性疼痛，并直接导致骨科手术，你会怎么想？我知道这听起来难以置信，这些是教练们推荐的动作，也是健身影响者每天都会发布的动作，数百万人虔诚地进行，认为自己正在变得更健康。但是这里有件事会让你大吃一惊。运动医学专家和物理治疗师正面临由这些不当动作引发的可预防伤害的泛滥。30多岁的人需要进行肩袖手术，40多岁患椎间盘突出的人，50多岁的人膝关节置换手术的年龄提前了几十年。研究人员发现，这些人做的正是同样的5个练习。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他们认为疼痛是正常的，他们硬扛关节不适，因为其他人都在做这些动作。与此同时，他们的软骨正在退化，韧带受到损伤，身体逐渐发生一些直到为时已晚才会显现的损伤。这是没人告诉你的。流行并不意味着安全，只因为大家都在做某个锻炼，并不意味着它对你的身体有益。健身中一些最常见的动作在生物力学方面存在缺陷，必然导致长期损伤。物理治疗师通过修复这些运动造成的伤害来谋生。骨科医生在损伤不可逆转时见证最终结果，而健身行业仍然推广这些动作，因为它们看起来很炫酷。即使这些动作正在损害你的身体，我马上会告诉你必须立刻停止的5个练习动作。但是我必须先警告你，当我告诉你这些的时候，你肯定会震惊。你现在很可能就在做其中的一些动作。这份清单上的最后一个动作既非常受欢迎，又极其危险，可能是健身史上导致肩部伤害最多的动作。许多时候，如果你一直在经历关节疼痛、慢性炎症或难以愈合的顽固性伤痛，很可能是这些练习中的某一个造成的。我们先从第一个练习说起，这个动作可能会让你感到惊讶，因为几乎每个健身房都把它当作基础动作来教学。我讲的是一种叫直立划船的动作，我来告诉你为什么你绝不应该这样做。当你双手握距较窄的握住杠铃或哑铃向上低了时，会让肩膀在负重状态下被迫内旋，这会引起肩部夹击，肩袖肌腱受到骨骼夹击，每一次重复都在磨损你肩膀的软组织。体育医学期刊的研究指出，直立划船这项运动是导致肩袖损伤风险最高的锻炼之一。还有慢性肩痛，理疗师会主动告知患者避免这种动作，因为受伤的几率非常高。但健身房仍然在教这个动作，人们不停地进行这些动作，直到不得不接受手术或数月的物理治疗。持续的冲击会引起炎症，而这种炎症又会导致腱炎和滑囊炎。总结文本：慢性疼痛会持续存在，永远无法完全消失。你的活动幅度变小了，像举过头顶这样的简单动作会感到疼痛。当你意识到损伤的时候，你的肩膀已经被摧毁多年了。如果你想安全地锻炼肩部，可以做侧平举和面拉来替代。现在事情变得真正令人不安了。第二个动作甚至更加受欢迎，可能是商业健身房中导致脊柱损伤最多的常见动作。我说的是颈后的肩膀推举。当你在头后方推起杠铃时，肩膀会处于极端的外旋状态，并且脊柱承受着较大的压力，这给你的肩关节带来巨大的压力，并使你的颈椎承受危险的压迫。运动医学研究表明，颈后肩推举训练显著增加肩袖撕裂的风险。肩部撞击综合症与颈部受伤是该动作的潜在风险之一。这个动作需要大多数人都不具备的柔韧性，这意味着他们会过度拱起下背部来弥补，导致脊椎压迫和椎间盘问题。骨科医生已发表病例研究，指出有些人因进行这项运动而直接导致严重的肩部损伤和椎间盘突出，但他仍然作为一种变体进行教授。风险与回报的比例完全颠倒，你承受着巨大的受伤风险，却没有任何额外的好处。标准的肩上推举可以在不损伤关节的情况下达到同样的效果。如果你经常做颈后肩推，请立即停止。
接下来讲第3个练习，而这种方法尤其危险，因为人们认为它比自由重量训练更安全。但史密斯基深蹲实际上正造成了他们试图避免的关节损伤。我说的是史密斯基深蹲。在史密斯基上做深蹲时，杠铃被锁定在固定的垂直轨迹上，这看起来可能更安全，但从生物力学角度来看却是灾难性的。你的身体不会完全按直线运动。当你强行这么做时，会给膝盖和下背部带来有害的负担。问题就在这里，深蹲时，你的身体会稍微调整杠铃的移动路线。身体在深蹲时会调整杠铃路径，以保持重心和平衡关节。史密斯基消除了这一点，迫使你的膝盖和脊柱承受他们原本无法承受的压力。骨科生物力学研究表明，史密斯基深蹲会显著增加膝关节的压力，特别是髌腱和前交叉韧带的压力。与自由重量深蹲相比，固定杠铃轨迹还会对腰椎产生过大的剪切力，因为你的身体无法自然运动。物理治疗师不断看到这种情况，患者出现慢性膝盖疼痛和腰背疼痛等问题，回顾他们的运动时，发现多年来一直在使用史密斯机进行深蹲练习。本应更安全的机器，实际上却造成了伤害。如果你想安全地增强腿部力量，可以做杠铃深蹲、背式深蹲或弓步蹲。这个动作是腿部训练的基础，但它在生物力学上存在缺陷，必然会对膝盖造成损伤。我指的是腿部伸展训练器。当你坐在那台机器上，用力伸展双腿时，你实际上是在对膝关节施加一种现实生活中从未出现过的孤立的压力。腿部伸展机会直接对膝关节产生剪切力，将你的胫骨向前拉，抵住股骨，这样会加剧对前交叉韧带的压力，并且对髌腱施加过大的负荷。最新的骨科期刊研究显示，腿部的伸展训练显著增加了髌腱病的发生风险。与复合运动相比，软骨损伤和韧带应力更大。你的膝盖天生就是与臀部和脚踝一起分担负荷的，将它们孤立起来会造成它们无法承受的力。物理治疗专家通常禁止患者做腿部伸展动作，因为该动作会直接加剧膝盖疼痛。然而，商业健身房里充满了这些器械，人们每天使用它们，却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磨损膝盖软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会导致慢性膝关节疼痛和关节炎加速发展。如果你想安全地锻炼股四头肌，就做深蹲或弓步蹲。总结，现在我们谈到最后一个动作，是我之前提到的。这个运动非常流行，但也非常危险。它催生了一个完整的肩部康复产业。我说的是卧推时肘部张开90度。当你做卧推时，肘部向外张开，你的肩关节就会处于最大负荷下最脆弱的位置。当你做卧推时，肘部向外张开，你的肩关节就会处于最大负荷下最脆弱的位置。每一次重复动作都会使这些结构与骨骼摩擦，同时还要稳定重物。运动医学研究清楚地表明，肘部外展进行卧推会显著增加肩袖撕裂、肩峰撞击和慢性肩关节不稳的风险。但大多数人就是这么卧推的，因为他们都是从网上学的。正确的姿势是将肘部保持在45度角，这不仅能保护肩膀，还能有效锻炼胸部。但大多数人对此并不清楚，却在每做一次动作时都在伤害自己的肩膀。整形外科医生经常看到因长期不正确的卧推动作而导致肩袖损伤，需要手术治疗的患者。如果卧推时肘部张开导致肩膀疼痛，调整姿势可避免手术。立即改变你的姿势可以帮你避免手术。那么，这就是5种破坏关节并引发慢性疼痛的流行锻炼动作：直立划船、颈后推举、史密斯基深蹲、腿部伸展、外展肘卧推。你不需要进行危险的运动来锻炼肌肉，总会有更安全的替代方案，它们同样有效，而且不会损伤关节。你每坚持1周这样的行为，就会增加1周的累积损伤。大多数人会忽视这一点，因为大家都在做这些练习，却不明白为什么40多岁或50多岁时关节会疼痛。但现在你拥有了保护自己免受可预防伤害的准确知识，可以打造一个强健且多年无痛的身体。
把它分享给关心关节健康的朋友吧。